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就是我最近的几张作品哈，这个是上一次的缠绕共识会哦，在线下画的这一张哦，那这个我们是练习了 Tucker 的这个技巧，然后还有旁边呢，这个是 Neurographica，就是视觉神经艺术的一个画法。那在现场呢，这些爱心哈，这些爱心它其实不是刻意画出来的，而是我画完了底下这些线条之后，哦，然后盯着它看，然后就发现说，诶，这个形状有一点像爱心，哦，然后就把它着色着出来，就把它画出来。那最后这一个确实是补的，哦，就因为觉得这边空了一角，然后这一个，哦，很好玩。那这个纸呢，是好心意出的活页纸啊，它旁边有玛瑞亚的字，它的这个字在这边做装框哈，画框。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纸，所以很鼓励大家要用这个纸去创作。那之前在宜兰南洋之家画的捕梦网也是用这个纸，因为它 size 比较大，大概是 A5大小。哦，那蛮适合做稍微大一点的创作，也不会太大，OK 的。好，那这个是在更上一次的缠绕共识会画的。哦，我们在共识会画的东西就很不一定，就看现场大家有什么特别的互动。哦，那这个是刚好有一个同学Megu，他有一个图样想要练习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来做一个创作。嗯。那这一个创作应该昨天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哈，那这一个是我想让大家练习，就是网络与片段的一个效果。那其实它就是交叉换了方向而已，然后把它做了一个组合，就很像是一个嗯，就很像是一个栅栏，而且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。其实它这个在日本哈，有一个东西，稍微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找到了，叫做继木细工，我打给大家看。继木细工是一个蛮特殊的东西，很精细的工艺，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。好，不多说。哦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花了蛮多时间哈，因为一方面是生病的脑子不太好使，就花了比较长的时间。我录了一个会员课，好，那这个会员课，专注在于讲这个图样，这个图样叫做什么？Circles，它其实是官方图样。哦，那我做了连基础的画法之外呢，我做了额外的6种变化，这个是基础的，这是基础的，然后这个也是基础的，这个是放射状，这个是改变形状变成画心形的，嗯，来看哈，这可以拼起来，有点好玩。然后这个是 double，这个是暗线，这个是不规则线条，这个是外框。哦，你看，就是同样一个图样，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变化，哦，就有这么多种，还有其他的。那我是在课堂里面哈，我做了这一张自传的创作演示。哦，那大家如果你已经是我的会员的话，就可以看这一课。哦，这个是刚刚发布的。然后另外是，这一张创作呢，可能有的人有在网上有看到了哦。其实这个我是临摹，我非常非常少临摹，可是这张我忍不住，很有兴趣，就去画了一下看看。嗯，这一张这个哈，这个是 Anika 哦，她就是 Sanina，她在慕尼黑哦，最近有100多位缠绕的 CZT，他们在慕尼黑，呃，他们就是有一个活动叫做 CZT Days 啊，2024啊，他的教学作品。那其实我看了他的创作，就应该是画得出来啦，因为他不是很难，只是很喜欢他的这个 idea 哈，然后试着也就还原一下他的这个作品啊，是蛮好玩的，而且你看亮亮的，是不是很好玩？
很多人创作，对，那个活动有100多个人，超厉害，可是好像没有台湾同学去参加好远哦，慕尼黑，德国。好，那这个是我昨天晚上画着玩的。好，那最后一个创作是我今天下午完成的，这个是我的缠绕花砖系列一个新的创作。那这一个会是一个免费公开的影片，可是因为下午刚画，还没有剪接，我甚至还没上传电脑呢，还在我的手机里。这一张，这个是一个茶色的圆砖，刚画好，蛮好玩的，也不难。OK。我们今天一样2月份我们就是 To the Heart 所以是以爱心为主题。那其实我今天有一点点想其实受到这一章的启发啦，我有一点点想把爱心画在中间。那我们还是先，抽一下，对不起，抽一下图，对不起，我们还是抽一下图样，先来学学图样，然后再来看看怎么样把它融合在纸砖里面。有的，我们先来看这2个官方图样，因为比较简单，好吗？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会啦，那只是我们就复习复习好吗？我们先来练习尼泽伯这个图样，这个图样其实很经典然后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呢，我们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做区分。好，这个就是说我们在画面中呢，我们可以画出一些线条那它当然不一定要全部都是直线啦，你如果说忽然间手扭了变成曲线也是 OK。好，简单就好然后再来它又有一些就像这种连连看，反正就是把它们画成一个一个的三角形。差不多了吧。让它们都是变成三角形。然后就在三角形里面呢，就用像原画的技法，其实就顺着它的三角形，然后把它画出来。那重点就是这个角角的地方就是原画的处理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把它全部画满就对了。然后它因为三角形组合起来，每一个都是变成圆的，角角都圆起来了。中间就会形成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蜘蛛网的东西。那把它全部画起来，这个图案就 OK 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图样。尼泽伯，哎呦，对不起NZEPPEL，尼泽伯。第二个图样是新月Crescent Moon，它也是最经典的图样。我相信大家，刚接触缠绕的时候，你们的老师应该都有教过。好，先在一个范围之内那首先我们会有一些半圆，然后把它涂满。这个距离可以自己掌握你要画比较疏或比较密都是可以的。再来就是画光环线，然后再重复。好，这边的时候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大家注意到这边的红色线条，有没有看到它的这个红线它是这样子
连在一起的，而不是这样子、这样子、这样子分开的。好，它是有区别的。那看你自己的喜欢，你想要连在一起或者是分开，其实都可以，这是非常小的细节哈。那我换一支笔哈。那我的习惯是，如果说它的距离还够的话，我就分开，我就不会刻意去把它连在一起。哦，对，画的时候呢，记得转动纸张。我现在很强调转纸的重要性，因为转纸的时候，你的手才会最轻松。那现在就是说，在下一条的时候，因为它的空间是比较窄的，所以我会在这边的时候才会开始画成像这样子，我就不会连到底下去了，就会变成它在里面。这是一种画法，就是我一直都是没有连在一起的。好像它这一种，好，这个里面这个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它这个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。这个有一个名称叫做锚定光环，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哈。这个叫做锚定光环线 （Anchored Aura），忘记怎么拼的，ENCHORED 吗？AURA 哈，不是很确定是不是这样子。锚定光环，好，那我现在画的这一个只是光环线，这种是锚定光环，好吗？所以它是不同的表现方法，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好，那这个也是很基础的图样哈，我就不多画。我忽然发现到它在旁边还有做一点变化，它外面是有突出去的。我觉得这个可有可无啦，看你自己真正在创作的时候，你的构图是怎么样哦，它是可以突出去。现在来看这个图样，这个图样我没有画过，Crazy Sender，我看一下哦。好，他是 Maria Thomas，你看，对，他是 Maria Thomas 在2022的《Sing Again》他所介绍的，他把它归类为 Border Tangles，就是外框的图样。好，OK，这个是 Maria 介绍，我居然没有画过。好，这一张解构图是 Annie Oken 老师画的，你看哈，这是 Annie Oken 老师画的，所以它其实应该是有一些变化在这里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来把它画出来。好，这个一开始先画两个头尾，好，两个弧线。第一步，第二步呢，就是画这个叫做什么？好，大家知道，反正是菱形，打开的菱形，左右两条。好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基础上，要往外画。那重点是在这里哈，刚开始的这个点跟这里，它这个距离，这里是距离比较近的，这里哈跟第一条它距离比较近，然后要往外拉，拉出来。你看这里的距离比较远，然后再下来，这边也是，再下来。继续，比如说画两个、三个，
好，那你再往外面拉，可能就会变得很大了，对不对？那它的怎么样去收尾呢？它是去把它画这样子，就感觉到这个东西好像往后面绕过去了，大概画1-2个就可以了，2-3个，OK。哦，它就会有一点点像折纸啊或什么的，往外面绕开的感觉。哦，那其实这一部分哈，它在上面也有，它因为他说它是那种带状的图样，所以它在这里也会有一个。啊，都错了错了，这样子。哦，上下都会有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哦，上下这样子连成一条。那在这个里面就可以画骑士桥。那上下的这2个一开始的这个好像圆环的地方就可以画这样子的装饰。所以说理论上应该这个它最后会是连到这里，这边。我画的比较宽，所以之前不够大，应该是要到这里这样子。毕竟是第一次画，没有什么经验。好，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不要画太宽，这个不要画太宽，先画上下，然后左右拉开，拉开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然后画一个短的。那这边太挤了就画圈圈就好。中间这边可以画骑士桥。我是觉得它中间这个可能可以随意变化吧，中间这个空间，你应该可以做一些其他图样，都 OK 的。好，练习好。我刚刚说，我想要以这个为 idea 我们用它来做一个这样子的结构，因为我们还要放一个爱心在里面，对不对？来用铅笔，好，我们先把大概的结构画一下。我们先对角线哈，我应该不会画的太复杂。对角线，然后画一个圆圈，画一个圆。其实我是要把一个爱心放在中间，大家先画一个爱心。其实我是有一点想把它，你看哈，这个它中间是一个像大颗珍珠，那因为我们要画爱心嘛哈，可是其实爱心不是那么好画，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一个宝石里面有一个爱心的图样在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一个大宝石。哦，你如果画的不是很圆也没关系哦，反正你看我也是徒手画的，所以我会有这个是宝石的位置。我们这边呢要来画一圈的新月，在它的外围。好，我看旁边这边哈，画这个图样，4个角，4个方向，然后空着的地方画米泽果。好的，解释完毕。来，开始画了哈。我这个是 Uniball Eye Micro，这个是 Uniball UB150黑色的。
好，这一支它很防水，所以是一支很好的笔。来，我先把爱心画出来，它会是变成我们一个宝石的底纹哈，所以我们要在里面呢，要稍微做一点点什么？做一点点的装饰，线条吧。好，这个框先稍微描粗一点点，因为我希望它最后会被因为我们要在上面上颜色哈，它会被盖在底下，它是一个底纹。好，来画圈圈。你如果有更粗的笔哈，这一部分用更粗的笔来画也 OK。光环线。我昨天完成那个 circles 那个图样的课，就是一堆涂黑。不过我用柔慧笔涂啦，所以就还好，不然涂黑真的还蛮花时间的，对吧？如果说我们要画要压在宝石底下的图样的时候呢，通常它有一些颜色黑白分明一点会比较好一些，这样子，才会比较明显，嗯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外框哈，把它画出来，不圆也没有关系哦。其实我觉得缠绕画真的是很棒，它把全世界的缠绕爱好者都拉到一起了，超开心，对不对？来，因为我们这边有四角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以这个四角为基础，然后来画光环线。等一下，我修一下哦。我们用粗笔可以节省时间哈，可是因为粗笔毕竟在细节上面，它没有办法做到很漂亮这样，所以我们可以再用细的笔再来做一下调整，稍微修正一下啊。来，光环线哦。其实光环线它也可以有一个变化哈，我们目前现在在画的就是它这个距离哈，宽度都差不多，那我们也可以在宽度上面做变化。那因为这边面积不是太大哈，所以我也就不加太多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我呢，要在这边画一个大圆珠子，再来小圆珠子，一面涂黑，旁边呢做一下圆画。这边也一样哈，先画一个大珠子，旁边再两颗小珠子，空隙涂黑。下一个阶段我们就要画这一个图样，刚刚这个图样叫什么名字忘记了，我先稍微给自己规范一下它大概的位置。
因为我们一开始有画这个线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大概左右各1公分左右的宽度吧。大概给自己一个暗线，不要跑得太厉害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宽度，画稍微宽一点，这样子。因为我们等一下要画这样2条线，里面还要画珠子，所以不能太窄哦。我这个大概有0.6，0.6公分左右。好，这边上面这里也是，嗯，就可以拉到上面来，直接拉上来，差不多吧。有点窄了，没关系，这样子夹，直接先画好了。最旁边这里哈，它感觉上就是这个珠子是包出去，所以就这样子就结束了。然后这里呢，就画圆弧，这样子把它勾起来，就是做收尾的动作，这样勾进来。那这个空隙哈，也可以涂黑。好，那就中间这边开始画了哦，大概中间的位置，这边，这里，这里，好。我画了1、2、3、4，4层，然后上面这边还可以再加一点。那上面这边凸出去的哈，就假装它还在这边这样子，就是画几个线条就可以。画我最喜欢的木卡。好，这边的话哈，它因为中间这一条嘛哈，这个位置，所以它很好的作为我们的界限。好，那其他的这个3个部分就一模一样咯哈，那我就开始画了。嗯，我就不多做讲解哈，大家也就继续。好，我这边画的差不多了哦，大家有没有很认真在画？还是看到睡着了？
那我们这边可以注意到哈，像这个接的地方哦，它其实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线条在这里，我们就把它连出来就好了。这边这个图样的细节比较多哈，大家不要着急，叫做 Crazy Sender。嗯，哦，我翻了一下这个图样书哈，Sender 这个图样是长这样子。哦，它就是这个有点像甘草捆一样的这个，然后把中间把它拉开，就是这样子。OK，好，所以缠绕图样，新的缠绕图样很多都是会在旧的图样上面做变化哈。所以大家只要慢慢的累积，多练习各种的缠绕图样哈，你就会越来越进步。然后一些图样你看到以后，通常稍微研究一下，应该就能够会画得出来。OK，我现在先用铅笔来做一个辅助，大概留1公分左右的距离。那我刚刚用铅笔所做的线条，我直接现在用黑笔就把它画下去哈，因为我们要画尼泽伯那个图样，就是有很多的三角形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的空间也不是特别的大哈，让我想想看，如果我先来 double 一条，好哦，我不想把它变得太复杂，可是又需要它产生三角形，所以呢，我要让它的点在这个地方，好，大概就是中间的位置下来，我要画一个叉叉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像尼泽伯的构造这样子。我要画一个 S 的线条，改变它的形状。然后像尼泽伯的画法一样，把它圈起来。OK，好，那就既然已经定掉了哈，就不是那么的难。来画一个叉叉，然后尼泽伯，然后这边是 S 线条，对吧？我觉得缠绕画它迷人之处就在于，我们没有办法预测它画出来会是什么样子，尤其是因为我大部分的东西，我没有一个范本可以给你看，因为我也是临场发挥哦，所以就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吧。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会担心说啊，会不会翻车？尤其是直播，
不过就算是翻车，也都是很好的学习，对吗？我们经常说缠绕画适合所有的人，但是呢，缠绕画并不适合不练习的人。不练习的人呢，永远就是眼睛会了，手不会，对吧？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哈，我在直播，你用看的没有关系，可是事后你要练习哦，毕竟你已经看了我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啊，应该就没那么难。我发现这一个神来之笔形成一个很优雅的线条，有喜欢。我现在准备的是油性的彩色铅笔，我们最爱金光闪闪的这个金色就先来涂上。好，那这个也一起吧，反正笔拿在手上了。这四边的这个就涂上金色。好，我们来画宝石了。那因为这个同学们建议哈是粉紫渐层，我这一组是 Prisma 的油性彩色铅笔啊，那我要挑4个5个颜色吧，我看看，这个是紫的，紫红，大概4个颜色，然后再加上黑色跟白色。一般来说，我在画彩色的宝石，就彩色的珠子的时候呢，我会在同一个色系里面大概选3到4个颜色，加上黑色跟白色，通常都可以画出还可以的宝石。那首先我们用最浅色的哈，整个给它，就像我们在化妆一样哈，我们要先给自己打个底，就很简单的来涂一涂。然后呢，用倒数第2浅的颜色，这个就是一个紫色。好，那我要画的是，先沿着边边画一下哦，然后要画出一个月牙的形状，这一侧是一个月牙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都还只是比较随意的乱涂啊，并没有涂得很细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再一个是再更深的一个颜色，这是桃红色。也是一个月牙的形状，可是这个就比这个紫色更过来一点。边边这边呢，可以稍微带过来一些。好，再来是比较深的紫色，好，那个就画在最边边，也是一样月牙的形状。这个时候就可以稍微用力一点涂。然后呢，轻轻的往里面扫过来，很轻哦。
好，我们再换回刚刚的紫红色，再扫一次。好，换回浅紫色。再来最初的这个粉色。好，这个时候我要拿白色的，在这边稍微撸一下，也是一个月牙形状，可是刚刚的月牙是这个方向，我现在要换成右边的，就好像是左刮胡跟右刮胡的概念，这样子。好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东西，这个是达尔文的 burnisher 哦，它这个是那种怎么讲调和笔，它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色铅哈，之前因为你看就是涂得很不均匀哈，可是这样子刷过去以后，它就会变得比较均匀。这是一个怎么讲，很方便的工具啦。你如果没有的话哈，那就是用色铅笔慢慢的把这个颜色涂匀。那因为我今天要比较快速的把它完成，我就利用这个东西来帮助我赶进度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在这边哈，最边边的地方，我现在拿的是黑色的，就纯黑的哈，我就直接在这个边缘的地方，我很用力的把它画下去，很黑哦。然后手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轻，就是最边边那一道最黑。好，我再换这个深紫色，慢慢的把它跟黑色的做调和。那这种有这种线条很明显的地方，就要想办法慢慢的让它颜色渐变。我们再换上这个桃红色，让它颜色的过渡会越来越自然。其实我不是很专业画宝石啊，可是就是说，因为很喜欢，所以经常画。那根据我的经验呢，这种颜色就是慢慢调，一点一点的补上去。你看我们一开始画的爱心在底下哈，就会变成，好像怎么讲，就是它的底纹。我发现在镜头底下哈，不是那么好看，可是事实上我肉眼看还不错了，真的镜头的颜色有差，镜头颜色比较淡。我事实上我这个已经涂得很深的颜色，等到就是整个画完以后哈，我明天光线好的时候再拍照，大家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。可是反正就是今天就是稍微演示一下这个的画法。哦，再来白色，就让它这个地方它是很亮的。那这一侧哈，就让它颜色要调匀一点，修修补补，再上。慢慢的把你的宝石颜色调到你自己觉得满意为止哈，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我大概就画到这样子。哎，这个光线真的，我肉眼看是觉得还不错啦。
看看哈，我把灯光关掉会不会好一些？啊，好一点了，刚刚那个实在是太亮。哦，你看，现在这样子的效果是这样。好，然后拿出白色水亮笔哦，这个是 Uniball Signal UM153哈，这个就是笔杆上面有钛字的这一支笔，它的墨水比较白哦，比较推荐画在宝石上面。先把这个笔头清一下，让它出墨出来。我这支笔已经用掉不知道多少支了。它的优点就是它比较白哈，它比樱花的白，而且樱花的有时候会有一点点怎么讲，覆盖力没那么好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好。不过我也很常用樱花啦，樱花是还算不错的。然后画大一点好了，看起来比较亮。我自己的习惯哈，是除了这个高光的这个位置，它的对面这里我也会画比较细的画一条。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有点斑驳都没有关系，然后画一些点点。哦，这样子就看起来比较像真的。这里哈，在这个宝石的最外围这边，我们就沿着它的边边画一圈阴影，用直插笔。来画这个木卡旁边哈，我们就用灰色的把它填满就好了，轻轻的。然后呢，这种地方画上阴影，上下，这里也是。角角这里也要。立体感很棒吧？接下来就是一堆的珠子啊，那我们全部都来用微笑阴影就好了。什么是微笑阴影？就是像这样子画一个小小的 smile 啊，全部都是这样子。这边的等一下好了，那这边刚好这个角度可以。木卡的这个头头也可以一点点哈，因为这个比较大。看看一样哈，直插笔稍微推一下。你们如有蓝色的这个炭笔的话哈，可以用蓝色的。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，可以用彩色铅笔。我这个就是平涂哈，把它涂满。我拿一支棉花棒哈，干净的棉花棒，把它
抹匀，白色的水样笔哈，我们可以在这个珠珠上面哈，虽然说我用的是白砖，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可是事实上呢，在拍照的时候，它就会有差。哦，我在这边打一个亮点，就是画一个白点点就可以。嗯，还蛮好看的吧？嗯，好的，太晚了，我声音都哑了。找个地方签名，签在这里吧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你如果有紫色的哈，这边画紫色的也会不错。我就不找我的紫色粉彩笔了，这个紫色应该会很好看。如果蓝紫色也是接近的色系，也是可以很好看哈。那甚至我们还可以再给它加阴影。你看这个画的是没完没了的啦。哦，那在这边收尾的部分呢，就容许我来唠叨一下哦，就是明天线下共识会还有名额哦，还有空位啦，你可以来。如果你在台北的话，那我还有缠绕宝贝球，3月份哈，缠绕宝贝球这个缠绕宝贝球哦，是在3月3号跟3月6号哦，这个也是线下的聚会哦，线下的工作坊，如果你有空。欢迎来跟我报名。另外呢3月份的线下共识会时间也已经出来了哈。第一场是3月13号，我记得。哦，在我的粉丝专页脸书粉丝专页哈，都有介绍，哦，有 Google 表单，都非常欢迎大家有空来跟我一起画画。我认为缠绕画不应该要有压力哈。所以缠绕共识会都是最轻松的，就像朋友聚会一样，就一起来玩。不一定会画出什么样的东西，但我一定会借由这样子的面对面的机会哈，跟大家分享一些缠绕技法的综合运用吧。因为毕竟我画缠绕这么多年了哈，也算是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这些有时候不是说一个什么课程可以说明的，还是要比较随缘。OK，好，差不多了哈，加了一些阴影，让它的立体感更突出。嗯，好，差不多了，真的画完了，还不错吧？我自己也很喜欢，没想到这样子的效果真的很好。嗯，来近一点给大家看看。哦，它的完成度还算蛮高的，能够在直播的时候能够完成这样子一个创作，真的很有成就感，是不是？好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